嘿，你们好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做一个更强的连接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来，我们来看到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哈。第1号牌的10张牌，一眼看下来，然后确实是有看到一些，内心虽然已经进入到瓶颈，可是还没有完全对于爱情有放心的感觉的一个状态哈。你的能量里面有这个哈，你要注意一下哈。其实没有问题啦，你就帮他慢慢的转换就好了。这种都不用急哈，你慢慢的转换，它会有一个疗程，自然的会有一个疗程。即便你，它就是会有一个，你都记得，就最短的一个，每一次的变化2周，好、2周，然后再一次的变化就1个月，再一次变化就3个月，通常就是这样，你就注意自己2周、1个月、3个月、2周、1个月、3，它会一个这样子慢慢变化，小的、中的、大的这样，它这样子比较才看得出来一个差异。其实很多心情各方面都不需要特别去催促它做改变了哈，尤其新恋人出现前你的一种调整。那有些事情哈，譬如说有些事情，你跟一个人相处1年，然后你要花半年的时间去做一个内心的治疗，那也是一个大致上可以就这样治疗完的啦哈，所以就不用太急，不用太急的去催促。那为什么特别这边要讲到呢？因为这边在讲说，虽然你可能自我内心已经平静下来了，然后也可能已经设定好说你是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开始的，可是你会偶然的会发现你对以前的爱情的一些遗憾啊、拘泥还在，但不用，你就去感受没关系，因为它影响不大哈。因为宝剑皇后跟魔术师牌在讲，这边感觉影响不大啦。但你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未来应该不太会再出现跟你一起并肩同行到未来的人。那理智上你知道这个想法不好，然后你应该要放下，也知道说爱情还是会再出现，但是情感上面总是觉得好像怎么样也不会比之前好，会有一种保护机制，因为这个保护机制从上一次的结束一直到现在，它都一直存在着嘛。它会变成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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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滤镜越来越厚，看待爱情的滤镜哈越来越厚，然后我们各自上变得冷漠这样。那我觉得你内心不是在拒绝别人啦，而是这一次或是下一次新恋人出现的时候，你会花更严格一点的关卡吧，或是更复杂一点的层次去确定对方的一个真正的诚意，然后才会让他靠近啦。其实啊，这样子的你反过来哈，那是对外你的感觉，可是反过来别人看你的感觉的时候，其实你变成是一个非常稳重、谨慎，然后懂得有界限，然后又有自处能力的一个人。好，其实这种冷漠、这种冷感，反而让别人觉得你很有吸引力。好，这个就是这整个讲下来要说的东西，所以不用太去催促自己要去做出什么明确的改变，或是要去做什么事情证明自己有所改变。那再来，宝剑皇后、魔术师、教皇、金币皇后这4张牌的能量其实蛮有趣的啦。我觉得它是一种理智灵魂吸引理智灵魂的一个状态。你未来要遇见的这个人啊，我觉得他并不是那一种立刻就一见钟情啊，或是火焰能量爆发的那一个人哦。他应该是会慢慢的在跟你相处的时候，被你的态度啊，被你的个性啊，各方面慢慢打动的那一种人。我觉得他甚至一开始还看不太懂你啦，觉得你好像不太需要有人陪，也不太情绪化，甚至有点距离感哈。我觉得，但这反而让他更想要靠近，因为他会察觉你背后有某种自制力跟温柔，不是冷淡的，而是一种力量。我觉得这组能量让人联想到一种互相尊重啊，理智中的一种默契感。他会觉得你像是能够让他安心，也不会任人摆布的这样子的人。然后到了教皇牌、金币皇后的结合的时候，也代表说你这个新恋人其实他本质上是非常务实的哈，他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传统，但他相信稳定的关系，按部就班的发展感情，不暧昧，然后感情是有原则的，生活是有责任感的，这样子在一起才是最吸引人。这是他的
这是你的这个新恋人的本质。没办法，因为教皇牌跟金币皇后出现了，这个好几层的土能量加总在一起哈。那再来，你吸引他的那一个瞬间呢，可能不是因为你打扮的特别漂亮，或是你对人或是对他特别主动的时候，而是你就是待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做自己的样子。工作的时候很认真啊，生活上面可以处理自己，不需要麻烦到他人啊，而且跟别人对话的时候非常有逻辑哈。我就在那一个瞬间，他会突然觉得说，这个人我很好奇，我想要了解，所以他就会靠近了。然后我们从金币2、力量牌、权杖6逆位跟宝剑四这个位置，在看这个人的时候，我觉得他本身现在也处在一种整理阶段，因为这几张牌组起来，感觉像是说他目前的生活有一点点的不平衡啊，他可能在工作上的精力正在转换期，然后或是刚结束一段让他精疲力尽的关系，不一定是爱情，有时候是工作关系或是家人关系这样。也可能是生活最近有一点点喘不过气来，因为金币2代表他最近在做很多多重选择，然后在维持平衡。那力量牌在告诉我们说，我觉得他现在正在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跟反应啦。那权杖6跟宝剑4这里有一点小小的暗示，暗示说他最近的生活其实少了很多的成就感。然后他现在觉得好像被整个世界或是被整个环境忽略的感觉，他现在其实情况上是比较低落的。那他表面上可能看起来还蛮稳的，还蛮有条理的，但是内在心情上面对于梦想、对于未来的前进的状态是属于一种按下暂停的。所以你遇到他的时候，这些东西是因为看牌才看出来，可是其实实际上他是需要被理解的。那你们的相遇应该是会发生在他正在心灵正在休息，或是准备重新出发的一个时期，可能是什么？他可能去一个充电的旅行啦。好，可能你刚认识他的时候，你发现他都在咖啡厅里面休息，或是上网，在电脑做自己的事情，这样。那主要是因为他单纯在花一些时间在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所以当你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他会觉得你是他找到的一个平衡点，你的能量有稳定的啊，然后有自由的人格空间啊，很自在，然后对世界有好奇、有观察力，然后但不会有很强的侵略性。为什么你会这样？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你的爱情还是有一些你知道让自己冷下来的那个感觉，所以我才会说，对他来说，你是一个可以让他放松呼吸的一个感觉。然后他跟你相处或是认识以后，是偷偷看你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力量，虽然按下暂停，但是还是有自己的本质，还是有那个热情在。所以我觉得，无论你们怎么认识了哈，这份关系都是慢慢的、慢慢的变得熟悉，然后有一点感情变得比较有存在感，比较坚实。然后金币7跟金币4者，我觉得是整组牌比较关键的位置啦。它象征这份关系往下走的时候，会有一种稳定的累积，还有一种互相学习的感觉。这个关系它是一个长期酝酿出来的化学反应。他不是不敢接近你，而是他希望在真的靠近你之前，能先确认彼此的价值观、生活步调啊，各方面的。所以他应该会也有可能从一个陌生人的角色来认识你，然后行动啊、节奏各方面也很慢。然后朋友的前面这个关系可能会做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然后你可能在初期还会怀疑他是不是对你没有兴趣，但事实上其实他想要确定的事情要更多啦，跟你一样，其实是跟你一样的。那金币7出现在这里，在讲说他之前可能没有想太多就往前冲，所以失败过，所以他现在变成是非常谨慎的人。你跟他在这个地方都有同频啦。与其浪费时间赶快追求爱情，还不如慢慢的等到一个对的人，而不是在等一个下一个出现的人。下一个出现的人，你们并不会立刻在一起了，而是要跟他非常确定这个人是对的。这个部分在你们两个一开始做朋友的时候就同频到非常深入了哈。所以你们的角色互相会让彼此有重新相信爱情可以慢慢建构起来的。即便不相信，你们也会用慢慢建构的这个方式来相处。你的耐心、你的温柔，然后他的体贴、他的等待，这段关系在前期从朋友开始就已经在建立非常好的基石了。所以你们的互动啊，里面会变成是一种闲聊，然后有可能还会一起去上一些课程，还会去找到彼此的兴趣，从朋友变得比较好的朋友，陪伴时间比较长的朋友，了解彼此更多的朋友，慢慢的好奇下去之后，才慢慢的走到爱情这一条路。所以整体看来啊，
你这个新恋人的感觉是很理性的，但是不冷，反而冷的是你那边。他会在关系里面展现出一种对你的保护欲，可是你还是比较缩在自己那里，很奇妙的一种关系。你当然也可以多付出啦，那就关系还会再往前进一点。不过你们两个人都在相遇的时候，不太会有很多浪漫的语言哈，都是互相用一些行动让对方感到安心。主要是两个人在新的爱情出现的时候，都有点绑手绑脚的在初期啊，但是会互相关心啊，两个人都不太会去爱现自己的体贴跟温柔，都是一些刚刚好的东西而已。因为金币皇后在你们两个成为某种能量的时候，两个人都自然而然的成为想要照顾对方的一个角色，可是又没有非常刻意啊。然后，如果真的有事情，有一些小事情的，两个人还可以一起分担、一起分享一些事情，这样关系越来越好之后，就会变成不只是关心，而是会真的是付出支持了。哦，然后两个人在一起时间拉长之后，会慢慢发现说，原来生活里面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撑着，还有另外一个人。然后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就会想说，好，那我相信这个人，就开始要进入互相相信的阶段。但是时间都要一步一步慢慢走就对了。那我看一下这里，应该可以看出一些它出现的时间点哦。因为宝剑四跟金币七都有一种等待跟暂停的感觉了，我觉得不是宇宙在拖延你，而是这张两张牌出现都是要你明白说，当你越想掌握爱、追求爱情的时间表的时候，反而爱情不会那么快靠近哈。因为能量你要让它自己走了哈。记得在这种宇宙密契主义的感觉里面的时候，越是捕捉越是捕捉，属于你的就弹得越开。他们有一种你伸手就弹开，伸手就弹开的这种逻辑，你一定要放松。我们该做的是什么？让自己的好能量空间绽放，甚至连等待这个概念都不要有，去捕捉、追寻、等待都先不要有，因为那都是一个向外把能量往外推的能量，你就自己释放出自己的空间就好了。那种空间感觉就是，我还蛮好的然后我其实还不错啊，然后我有比较多样性、多可能性的去接受很多东西，去看很多东西，这就是把你的视野能量打开，变成是一个白的空间，让好的能量进来。但是你不断的去捕捉，你不断的去等待，那就表示你一直在紧缩，而且你的附近的能量会变得很紧绷。好的能量一靠近就觉得，这个很紧绷，没有人想要在很紧绷、有压力密度很高的地方，它就会弹开。所以记得，无论任何时间，我们都要尽可能让自己在一种比较放松的心灵状态，而且是比较宽阔的心灵状态，好的能量就会进来。记得也可能要练习到连等待都先不要，你就自己就好了自己跟自己在一起，这感觉就好了。那这个人他其实你们认识的时候，我觉得他早就在你附近，就像我刚刚讲的咖啡厅念书或什么玩电脑之类的，他其实很常跟你在差不多的环境，甚至你认识之后才发现说，他其实跟你是差不多的朋友圈，你的朋友跟他朋友可能有点认识，还有你们最近有可能对某些事情还有共同的兴趣，因为这整组牌整个看下来它有太多的踪迹，跟你的节奏感跟时间感都还蛮像的。只是你们好像都还没有意识到彼此在彼此的生活里面是一种很有趣的、很特别的存在，所以我才说这一个自己那个空间释放出来比较好。因为什么？也许你们之间有一些迷雾，因为紧绷或是想要追寻什么而产生的某种迷雾，让你们的眼睛视野没有看到彼此啦。所以你回到自己之后，第一就是我们常讲的，你自己会发光嘛。再来，你的那个四处的空间出来的时候，等于你的附近是一个可以游荡的能量，可以游荡的一个好去处。所以照你附近的时候，视野就突然看到了，这种感觉就很像是你常常去某一家 Starbucks 或是什么，你常常都坐同一个位置，可是你从来没有好好看一下现场里面50个人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开始释放了，开始对于
无限可能的感觉，有好奇了，也自在了，你就开始看啦，你就开始欣赏附近的人啦。也许就在这一个时刻，碰巧的就跟他对上眼哦，然后你们可能就产生对话，或者是他其实就常常坐在你旁边，然后你们终于就在旁边，因为你的内心开放了嘛，就闲聊起来，说不定也是你主动闲聊的哦。那这段关系的关键其实是在于两个人会达到很高度的平衡，然后在相处之后会达到一种很高度的信任，因为中间有力量牌跟魔术师牌，它必须要去显化一些具体的东西嘛。那要去显化这个东西，路径就是要稳哈，所以路径要稳就是要怎么样互相信任。因为力量牌跟魔术师牌在讲说这份关系会按照你们想要显化的东西去显化出来，可是时间比较长，但是要稳，所以要信任。那这个信任怎么产生？你们两个一起相处的时候，会有一种互相学习的感觉。当你们开始觉得两个人是可以共同学习很多东西，一起去旅行啊，或是一起去散个步，这些闲聊啊，或是每次都约在咖啡厅里面一起读书这种的，就突然默契产生了之后，主要是它的基底是互相信任啦。当开始信任的时候呢，爱情的那个感觉、能量、魔术师牌、力量牌的能量就跑出来了。那这组信任的关键在于什么？你们的防卫姿态，哦，那一种冷啊、淡啊、谨慎的防卫姿态，在你们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就必须要慢慢的拿下来了，因为这个等量的就是在跟信任在做交换，哈。然后一开始你们彼此还会有点在检查对方是不是喜欢自己，在进阶会检查对方是不是够喜欢自己，然后再来就是够在意自己。但是当这个概念都没有出现之后，那个信任才会出现。好，信任出现之后，就会产生你们关系上的稳定，然后你们就会自然的往爱情的这条路上慢慢的走。哦，节奏真的很慢，因为你们两个人本来，我觉得本来就有一些迷雾啦，哦，即便很近，可是好像没看到。那迷雾拨开了，还有你们自己所设限的一些关卡，哦，然后关卡慢慢的一个卸下了之后，防御姿态慢慢卸下的时候，才开始有信任。信任之后还要走到稳定的状态，因为你们还要累积很多彼此的记忆，哦，才慢慢的走到爱情这件事情。那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整组的图能量很多，其实你们已经习惯慢慢的走到越来越信任的位置，所以，你们不会一开始就发现这是爱情。什么时候会发现这是爱情？就是开始发现你们彼此成为彼此生活里面的某种习惯，成为生活里面的某一部分的时候，其实爱情的路已经进去了，脚有一点点踏进去了。哦，然后我再看一下哦，它这组啦，它真的不是放烟火的，它比较像是你开始去放木材，然后一点点点燃，然后慢慢等它烧起来。烧起来之后开始有温度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那种点燃的比较强的火焰，慢慢的就是那种余温，温温暖暖的这样。后来就是一种持续性这种温温暖暖的能量了。哦，这就是你们的关系。然后会开始依赖这个暖意哈、哦。来，我来看一下这整组牌有没有办法看出来这一个人，就让你立刻辨识出的样子哈、哦。他应该不太算是你心里所期待该出现的人，哦，你预设的样貌那些可能不是，他是一个比较不会在第一时间就被人第一个时间注意到非常亮眼的那个人，他不是，他是一个安安静静的，不会抢着大家风头不抢戏的人，反而是一开始慢慢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整个人的样子。形状、形象、灵魂的状态会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显现，然后你就会发现它的魅力所在。它有一点点比同年龄在更深沉、成熟的气息哦，然后讲话慢条斯理的，不急不慢，然后也不会有很大的情绪夸张反应。所以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不会给予你那种夸张的情绪价值。他会给你一些很扎实的支持哦。那如果
一起去朋友圈聊天的话，他的个性比较像是会先听大家聊天，等到比较重要的句子，或是他觉得他可以聊的时候，或是讲几句，他才会出手讲话这样。好，他不会抢着发表意见的这个人，不是很奔放的那一种人。那金币4者跟金币7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你们一开始的第一次见面，应该会是从一种小小的互动，解决一些小事情而开始的。该怎么说？我一直有一个画面，就是你们可能在咖啡厅附近，然后就坐在附近，然后就突然一句“你每天都来这里哦”，然后展开了你们的对话，就是这样非常淡的。或是你们在排队领咖啡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就是你都这个时间来了，就是这样，就是一种非常日常的陌生人对话，非常非常这样。然后也有可能他会先确定了，你们两个眼神有先确定了，非常常在这个地方遇见之后，他才会开始说第一句话这样。然后你们第一次对话的时候，那一个情绪啊，心情是非常轻盈的，非常轻的哈。然后他其实有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整个感觉都非常干净的感觉，不会很造作，然后很舒服哦。因为他整个能量、土能量各方面来讲，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稳稳的。他甚至连衣服的配色都是不会太鲜艳，都是一种中色调、暗色调，然后可是会有一点点点缀这样。那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静静的看着你，听你说话这样。然后情绪最多就只有到微笑跟没有表情这样，然后可是你会发现他内在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可以慢慢的挖掘起来。好，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这边可以看出来，还是可以给你一些你生活上的建议了哈。你现在的节奏，生活节奏应该算不错，因为能量上好像要把它吸引过来。那你现在生活节奏的吸引力在于什么？你现在的生活节奏非常有秩序，所以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东西很多都安排好的话，把它维持下来哈。如果没有，就赶快找回秩序。现在它靠近，是因为你这边有一个非常干净、秩序的能量跟它很对齐。那再来，如果最近有发现像这个状况，有陌生人或新朋友认识的时候，记得不要过度分析跑来的讯号，不要确定很多东西，就自然的相处，相处完对话完回家就忘记，让它自然的都回到你的核心，不要去判断别人，不要去思考别人，这些都先不要。那现在的你有一个小小的功课可以做，就是多练习接受所有的事情发生，而不是去预测所有的事情去发生，也不要去推理可能发生的事情啊，都练习接受就好了。那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它是慢慢的会出现在你生活啦，好，不用急，也不用去找，一定会在一个非常普通的时刻里面就蹦出来，然后你会发现它有一种很奇妙的舒适稳定感，节奏不快，但是很破碎。可能你们的相处初期几次都是只是讲几句话而已，可是存在感很重。那这个就是未来相处起来会越走越好的这一个人。好，那这就是第1号牌的朋友，我们一起乐观期待了哈。这一个人，他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会立刻被你猜到。好，那我们一起期待吧。那谢谢来听哦，祝福你。好，我们现在来看选择第2张牌的部分哦。这张牌整个看起来好像有一个起点啦，起点比较弱一点，起点是从一个比较低谷的方式往上翻的，但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你们2个人之间，或是你这边有一个对于爱情的感受的一个重启的状态哈。它也有一点点会在你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了。这里的牌大概是这样，可能是因为命运之轮后来展开了啦，有一些好的能量就在对的时间要进来了啦。然后对于你的没准备好，前面有一些没准备好的逆位的哈，还有一些风能量，看来等不了你准备好，因为这组牌的一开始翻开了，就是宝剑4的逆位跟宝剑10嘛哈。那感觉上就像是你已经休息够久了，但是还没有痊愈啦。然后你心里其实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但是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该相信新的爱情的
进来的时候想不想接住啦，相信接住之后会有什么可能，这些内在的一些疑惑会出现哈。我觉得这不是你上一段关系所带来的一个影响了，而是你其实来自你生活中各种现实面的一个疲惫哦。这个疲惫会带来某种对人没有信任的力量。那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宇宙应该会在这个时候给一个不怕你安静沉默不理他的人，就是他推不开的一个人，因为这个就是圣杯骑士在他身上所带来的一个力量，他带着某种对你看到你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啦，不用强迫他靠近，他就会自己往你这边靠近。所以，当你还在怀疑的时候，就是你自己内心还在怀疑爱情在哪里，爱情你要不要接住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准备靠近了，因为这个人的出现，他比较像是已经在你附近了。我觉得他已经在你附近了，因为这边有一些能量是他一直都在你附近，然后可是你好像一直都没有注意到他，或是他也没有特别去让你注意到他。我觉得你现在还没有注意到他，所以一开始他已经开始有点主动的时候，你也还不会注意到他，甚至他节奏比较慢他跟你的互动比较没有什么存在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内心也没有特别觉得要在意什么人的靠近或是特别的感觉，就是你会在某一刻才会被叫醒了。那圣杯骑士的能量是说，他不会急，他就在你附近这样子，他会用很多的时间去观察你、了解你之后，然后让你比较没有防备的时候才会靠近他不想要在你防备心比较强的时候，对爱情的防备心比较高的时候就靠近，怕把你吓退了。有的时候我们来看牌我们以为自己接得住，这句我非常常讲，就是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接得住，其实我们没有接住了。我们其实真正爱情靠近来的时候，你心里会一震会发现说其实我没有要，没有要没有要的感觉，很多还没有准备好，还有对旧的感觉还在一些依恋然后在至于每个人的责任感的程度高低会有所变化不同，但是防备心都还在啦。那圣杯骑士代表这一个人的话，我觉得他确实有在观察，他有想靠近，他还在找机会靠近，但是目前还没有抓到最好的时间点，所以你没有记得他不过他应该已经有。我觉得这组在工作环境里面出现的他还蛮多，应该几率比较高，因为这边有蛮多的，他有适时的在帮助你，可是你没有注意到的。然后他有时候会跟你一些问候、关心什么，在工作应该在工作环境里面小小简单的，你没有注意到他，可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所以还要在一阵子，或是还要在更多的这个互动之后，你才会发现说他的存在感，因为我觉得他的节奏跟靠近的力量各方面有越来越近，因为你也会慢慢的离开以前的自己了那我们再看到宝剑10跟金币2的逆位，还有圣杯9的逆位组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他这个人为什么之所以现在这么有耐心，慢慢的靠近，因为他自己的人生其实也蛮多颠簸的啦，他可能也有很失败的关系甚至他的工作跟事业可能有跌过跤，这样他以前背负蛮多责任的，但他现在已经被这些事情风雨都磨练过了，所以他现在整个人就是从容不迫啦，很平静。所以他靠近你的时候，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耐心是非常足够的。然后，我觉得他在爱里面不会追求一个很高度的戏剧性或高度绝对浪漫啦，因为他觉得说这些东西太表面的，他觉得最真实的陪伴。跟一个人在一起就是陪伴，所以他理解喜欢一个人不是嘴上说说的，而是要有所行动啦。有喜欢要有所行动，所以当他慢慢靠近的时候，他不会取悦你，他不会给你太多的承诺，他只会慢慢的出现在你身边，让你觉得说他的存在感，然后你会主动跟他说话，或是有一些互动，他才会给予比较多。他不会用一种追求的往你这边追赶的方式靠近你，不会，他会一直保持着让你觉得自在舒服的状态，所以其实你才会不知道他是谁，完全没有在意到他，可是他也觉得还好，因为对他来讲，他觉得他在你附近看顾着你就可以了，所以他慢慢的先理解你，等到你开始回过头跟他对话，发现这个人存在，你一开始对他说，其实你会有第一个感觉就是，哇，原来有一个人这么懂我，其实他已经花很多时间去理解你了啦，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说，他是工作上的人的几率比较高，不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培养，或是去观察你那我觉得有一个节奏感啦。如果你已经知道是谁了，然后你发现他靠近的时候，你一开始会抗拒，但是宇宙会帮你往前推一把，因为命运之轮跟审判牌这边几乎同时出现的代表说什么？它出现在你生活里面，并不是巧合而是宇宙可能推他进来，要你醒一下，告诉你说，其实
你在以前的东西的枷锁里面太久了啦。所以你生活里面，在它出现之后，会发生很多连锁的事件。譬如说，你会开始在它越来越靠近的时候，你的时间表会被打乱，原本安排的很多安排也会被改变，然后很多活动，会有临时的邀约，然后也会有一些你从来没有参加的。怎么讲？反正就是活动了。反正它这边有很多不在你原本计划的东西会跑出来。其实是因为宇宙有在帮你牵线啦，牵着要去往它那边走去。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是要你展现多面相啦。因为你接触到完全不同的人、新的环境的时候，那个多面相会跑出来，那他会看到。还有，他这个人应该不是在你原本预期会遇到的人然后你可能一开始跟他相处的时候会觉得不耐烦，然后因为他不是。他原本的类型就不在你设限会喜欢的人啦，可能不知道各种原因，所以你没有期待他是在你喜欢的标准里面人选里面，所以一开始对他会有一点不耐烦。其实之前这个不耐烦就是你没有在乎他的存在感的原因啦。然后可是因为他的这个靠近太温柔太体贴了，然后太不像你平常以为你会喜欢的那一种人了，所以命运之人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为什么宇宙把他派来？是因为宇宙让你换一个方式去理解爱情啦。你以前的剧本之所以失败，可能就是因为你有盲点。那命运之轮跟审判牌讲的那一个第二次机会，升华号的第一个机会就是第二次机会，然后再加上命运之轮的创造出非常多的连续的巧合，让你遇见这个人。其实他就是在暗示你你困久在自己认为的爱情的模式里面太久了，这个人会带你去开创一个新的位置。所以。以现在来说，试着去跟你比较不熟悉的类型的人去多交流，你会知道这个人靠近的时候，你会知道你喜欢他什么。这个人来的时候会有蛮不错的能量。第一，他会打乱你的生活节奏打乱之后，他会跟你对频，因为他的这个频率对你来讲比较好。权杖1跟权杖6的力量代表了很多全新的动力，还有可以重新燃起你对于爱情的一个新的想法。所以它出现之后，你跟他接触之后，我觉得你内在会突然想要去做一些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这是它的正能量的影响。那你在认识他之前，其实以现在来说，你就可以去多认识一些，去做参加一些你从来不会去的活动了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练习啦，练习准备遇到他，因为他确实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那他发现他跟你的互动比较多的时候，可以跟你比较多互动的时候，他就开始去邀请你去一些你可能都不太常去的地方跟活动，然后可能会参加一些课程去学习某些东西，甚至他会蛮喜欢花时间陪你散步聊天的，比如说下班一起走，一起去哪里，上班一起去哪里，你要去哪他就陪你走一段这样，他其实蛮喜欢这样子的，因为这些小事情在他的心里是觉得。他希望你不要一直困在自己的思维里面，然后让对整个世界都太麻木。他希望他可以帮你敞开某些心房啦，所以你会开始比较自然一些，比较愿意相信各种可能。然后他跟你讲的话题各方面可能都是你没有听过的，这样，所以不要太排斥一个好像之前都不在你世界里面会出现的人。那他会带来一个很不错的能量，就是他会让你知道说。爱情这件事情，本来就会害怕的啦。新的爱情进来，尤其之前有受伤的话，进入新的爱情就本来就会害怕的啦。但是他要告诉你说，害怕没关系，我陪你一起走，反正我不会离开你，我不会离开你很远。然后我会在附近看过你，绝对不会完全走开。这样，他会让你感觉到这一件事情。所以你在他的保护范围，或是他所创造这个范围里面，你会觉得说，要爱不要爱都是你的完全的自由。他会让你感觉到这件事情。然后你在这里，当你比较接近爱情的时候，你反而会开始相信说，其实我真的也有。好好爱下一个人的能力，很多时候我都要讲，你会来看，你会来抽牌，不代表你有那个能力，而是最靠近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你自己想不想要。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你不是应该说，你想要爱情，不等于你准备好了啦。出现的时候就知道了。那。这个人带来的一种感觉就是，你会发现自己不再用我要不要去谈恋爱这件事情去决定要不要进入一段爱情，而是你会觉得我们能不能一起成长来去决定一段爱情的开始。这个就是你已经进阶了然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个他爱人的方式啦。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会刻意花很多心思去讨好你欢心的那种人啦，他有自己的节奏，不会刻意表现出很多的浪漫。
但是我觉得他的重点是他要表现出他的无限的真实。所谓的无限的真实，就是他有很多真实的面，他慢慢一一的给你这样。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会听；好，你需要空间的时候，他会离开。那但是他不会随便妥协一些无理取闹或是一些他觉得不对的要求啊。如果你正在无理取闹，他其实也会告诉你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讲，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不对，我们再慢慢好好讲。他有这种耐心跟这种格调哦，他不怕冲突哈，因为他知道冲突也是沟通的一部分，所以这种成熟的能量来自于这个审判牌在这边出现，因为他实在看过太多事，看过人分开重来，分开重来，分开重来这样。但是他知道整个人跟人之间爱的最重要的本质，就是要不要一起去修正、去调整啦。哦，如果可以的，才是能够一起往下走的人。所以他也不是个控制型的人，他其实会给你一些无限自由，而且会无限自由到你会觉得他是不是不太在乎你？没有，因为他觉得你的自由是最值得被尊重的东西啦，所以他不会很黏你，然后也不会搞消失哈。他其实就是会在两个人关系里面保持到最高的稳定，所以他会有很多的界限什么的，他会很听取你的需求这样。那你会在他身上学到一件事情哈，所有为了爱情去特别展现的东西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爱情不是下一个表演哈。圣杯七这边给了一个关键讯息是，在过去你的关系里面可能会想太多绑手绑脚的，容易被很多表面的热情所吸引，好，然后最后慢慢的消耗到，发现本质上不是这样。但是这一次不同啦，它会让你回到最真实的相处方式，就是你不需要假装自己有多乐观、多独立哈，你也不用特别去讨好谁，要去迎合谁，你只要在他面前诚实说，我不想出去，他就不会要你出去；我今天不太想说话，他就不会去打扰你，会这样。他其实是他才非常喜欢你诚实的告诉他任何事情，他不会特别去迎合你啦，但是他真正对你好，真正靠近你，是因为他相信你所有事情都要是真实的。他没有要求你要真实，但是他以为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所以你要尽量的坦诚的、乐观的去表达你最真实的样子就可以了哦。那这些全部就是命运之轮在给的一个礼物啦，就是你为何在他眼里你是值得被爱的？因为你没有想要试着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啊。很多时候我们去迎合或是表现比较好，是因为我们想要证明自己值得被爱，而且在不断提醒对方说我值得被爱，其实那都是不必要的。他看得到你，他懂你，他知道的。你只要诚实的告诉你的你所有的真实那一面，他要的只是他要知道怎么去爱你而已。好，他要的是怎么知道去爱你，而不是你不用特别去证明你值得被爱，他已经知道你值得被爱了啦。他只是希望能找对方式去爱你这样。那有可能会有在一个你的转换期里面才会遇到他啦，所以有可能是搬家、转学、换工作这些，有个大转变的感觉。然后还有可能你去学一些新技能、去上课程的时候会遇到哈。其实就单纯你有一种内在想要有所改变的状况的时候，那个能量会对齐，会把它吸引过来。那命运之轮会在这个时候帮你们开口了，开一个路口啊。然后我们这边还是可以这10张牌会看到一些你们的契合点哈。基本上你们非常互补。好，如果你在一些各方面停滞的时候，他给你动力；你在焦虑的时候，他会帮助你冷静。就是你们是一个非常互补的样子哈。其实他欣赏你很多，他欣赏你理性的部分啦，也成熟的部分。其实我们刚刚讲一下，并不代表说你比较幼稚，比较没有他成熟，没有啦，是你们互相欣赏的点不同哦。然后，如果你能够展现更多的对世界的包容、对人的包容、更多的聆听的话，他会更喜欢你。再来，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应该在爱情的课题上面都已经先学会一件事情了，就是不会逃避，不会逃避去讨论很多事情，不会逃避太过的靠近，或是有一些纷争，变成你们其实已经学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俩才会在一起。然后有些事情要发生的时候，意见不合的时候，其实两个人会觉得说，我们一起想办法，而不是就是算了算了，我不说了这样哈。就是有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把分手当成是其中一个选项，这样，所以就变成说很容易就到底下了。但是这里你们两个都有一个默契，就是没有啊，还到那个东西太远了，好，算了，不解决不听，这个东西太远了，要就是一起解决，一起想办法，好，不会逃避。两个大概都进化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是你们两个离最适合接近的。所以，如果你现在对爱情的感觉是这样子的态度的话，现在其实离你不远哈，因为你们两个这个方面是很公平的，然后你们两个中间的能量是很成熟的，跟很年轻的时候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那个冲动。你们两个会走在一起，或是
想要交往或什么的，其实都是因为你们的心态上都是一种我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是还蛮确定的，都不是那种去试错的，没有，你们就是完全准备好了。我觉得你们的相遇是因为你们到了。我们刚刚前面说，他不会要你准备好才相遇嘛，因为明明就是说已经差不多到了，主要是因为在宇宙的衡量上面，他们觉得你们准备好了，跟你自己以为你的准备好了不一样。可是你们两个在一起遇到的时候，开始有一些交流，还不错哈，还在试着交往，看看能不能变恋人这个路径上的时候，其实你会慢慢，你们两个都会慢慢体会到说，哦，原来我已经准备的这么充足了，面对爱情。那还有什么？我看一下哦，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他内在的啦。他其实对于爱情的成熟度是非常高的，然后还有不要误会他外表的那种稳定冷漠，是他内心的冷漠，不是，那是他内在非常敏锐，他在整理他对于周遭环境的所有事情的观察哦。那还有什么？他对于关系里面的话，他其实完全不操控你，而且他是完全不隐瞒的，他告诉你什么就是有什么，因为他不怕害怕失败了，但是他也不会放弃，他很不会放弃，所以他的个性是，即便最后失败，可是整个过程我是非常坦诚的，他是这样子哈，呃。他表达爱的方式，我看一下这里哈，我觉得权杖一跟命运之轮，我觉得他的表达爱的方式其实没那么浪漫，但是你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说，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他都是在旁边陪你的，这个是他的爱情的模式哈。那也许一开始两个人还不错，有交往或是确定在一起，前面会有一些比较甜蜜激情的那个时段，他会努力帮他延续，他不会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他会努力帮他延续，一直有一种甜蜜的感觉，然后他会用非常多的细节去让你觉得这个爱情是可以一直往下走的。好，他其实是行动派的人啦。那么他对你的人生的影响的话，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会让你的节奏放得比较慢一点，好，慢慢看，慢慢走，不要急。好，你一开始可能会对这个节奏有点不习惯，可是你慢慢会发现说他所带来这种节奏其实是比较安全的。再来圣杯七的位置的时候，它出现之后，它会也会慢慢让你理解你在你的人生里面，你真正最渴望的事情是什么？爱情里面你最渴望的事情是什么？你觉得自己常常被忽略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你总觉得你要很努力才会得到被爱？这些都会有答案啊，因为它的出现，它其实有一个部分是在鼓励你去好好的面对你所有的想法，他会听，他会支持你，所以你在他面前，你不会觉得你有一些梦想或想法是幼稚的或是可笑的，你会发现有一个人是绝对聆听、绝对尊重的。然后你想要去学习什么，去学什么的时候，比如说跟你的人生完全不同，比如说你本来是一个比较静态的人，结果你却告诉他说我要去学攀岩，可能你跟你的朋友讲的时候，你的朋友都会大吃一惊，而且可能会有点嘲笑你，觉得说你做不来什么。可是其实这是你内心非常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跟他讲，他会完全支持，因为他觉得在生活上的互相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爱情的成分。这样，所以你在他面前会怎样？会突然很精进，而且对于放弃自我、逃避自我这些东西都会慢慢的被消掉。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鼓励的因子在你的生活里面，也可以说是你生活里面的很重要的啦啦队啦。啊，然后他又会把你各方面保护得很好，又很支持你，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会发现说，你的人生有一种怎么有一种全新的活力跑出来了。那其实审判牌在后面跑出来，其实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它其实它的出现是在疗愈你的啦，疗愈你很多过往的一些痛苦啊东西，它会慢慢的在跟你对谈、聆听你的时候，你会疗愈到自己。所以你跟他一起的时候，记得可以多聊天，可以多聊天。他是一个非常能讨论的、能沟通的人，然后我觉得从牌面看起来，他以能量来讲，他也不会置入他的一些价值观给你，他甚至会希望你如果有更好的价值观可以说服他更改他的，他都可以哈。好，我觉得这个人会在你日常生活中慢慢的就跑出来了，但是我从整张牌看起来，我觉得他就在附近，好，只是现在他还没有立刻让你
发现它的存在感，其实它已经出现了。还有你内在的那一个感受爱情出现的这个能量，封锁的不太相信爱情会再出来的这个还有一些的话，记得把它比较淡忘或是摆在一边了，因为这个人已经在附近了。你开始要对一些这个人该出现的这个能量，要放更多的期望了。好，那就这样这是2号牌的朋友，那就先来听祝福你。好，我们现在来看选到第3号牌的部分我觉得从这10张牌里面，整个能量整体比较深沉、情绪化，但是具有一些重生的意象是从一个低落的、有点自我怀疑，然后到重新敞开，然后再被因为爱情的靠近而被治愈的一个流动的节奏。我觉得这一个3号牌的部分代表说什么？那个会在你最不相信爱情的那一个时刻的时候，然后让你重新感受爱的那一个人，就是你的新恋人那有的时候你不是不想恋爱了，而是觉得就算有也不会长久。现在的状态很多人都是这样了对上一次的失败之后，大部分人都会停在这边。被提分手的人都会经历这个状况并不是提分手就没有提分手那个人，其实他后来也会有一点觉得，如果他是很和平分手、很慎重的去想这件事而分手的话，他也会觉得说爱情可能跟他想的都不太一样这样。但都不是2个人的错了，都是当下的各种压力的集合，然后只是爱情被牺牲了。所以你跟他都看过太多没结果的故事，尤其你然后或者是自己经历那些努力过却没有被理解的一些片段了。我觉得这一组的能量就是在那种情绪的低谷里面重新被照亮的一个过程。这一组很特别它就是要一个苏醒，然后被治愈苏醒的状态。圣杯4宝剑9做开场的话，对于爱情刚靠近的时候是有点孤单、有点麻木的啦。你可能最近觉得说我好像没有办法再喜欢谁半年了、1年了2年都还是这个状态。其实不是因为你冷淡了，而是你的心已经太久没有好好的被对待，然后也没有特别的去为爱情去做出任何的准备。所以这个新恋人的出现在这10张牌里面他讲的是他不是你主动去寻找出来的。他会在你非常暂时不想谈恋爱的那个时候刚好就要出来了。那个阶段你可能正经历一次挫折，或是很多其他的关系上面的一些不顺然后让你怀疑自己说是不是人生各方面环境人际关系各方面都走到了一个低谷，所以你就觉得说爱情是非常多余的啦。那圣杯4这边会让你对爱情感觉比较迟钝不是你不渴望，而是懒得再期待懒得再期待，因为那个牌面上他有人拿杯子来也不看地上的水杯也不在乎，这样就是不渴望。那塔牌的逆位这边代表说你原本一些对爱情的旧的信念应该已经都崩塌了啦。但是就算崩塌，但是你还是相信有一天会回来。可是这份相信离你很远你觉得相信也没有用但是你还是想要撑住最后一点点的相信。所以渴望度就降得非常低。所以也许你对感情有那种目前来说有过度理智的防御了因为你只剩下那一点点可以撑住了，如果再有人来破坏就没有了。所以你还是告诉自己说，我还是相信有一些爱情，但是我必须先坚强的维持它就好了。所以任何新的爱情，既然说我就不要靠近了，因为免得到最后一不小心触碰又立刻崩解，最后我是就变成完全不相信爱情了。所以这个人的出现他其实不在你的想象里会打破你最后的防线，而是他最后会让你说放下吧，没有关系我会用温柔的方式对待你，我不会马上那么激进，我不会用语言，不会用很多甜言蜜语这样，我会用慢慢的行为让你信任我这个人，然后信任爱情其实可以慢慢的发芽，你慢慢来就好了，不用急所以这个人会告诉你说没有关系，我会陪你慢慢的看看你的爱情的能量恢复了没？你重新相信了没？他会陪你，他不会急躁，他也不会去抢着要去，就是成为那个位置所以他很真实啦。他会在你不相信爱情的时候，然后整个人也变得很安静的时候，对爱情是个麻木状态的时候，他会出现，但是他不会立即让人知道说他是你的新恋人，而是他会一直这样陪伴你你会在这个安安静静的里面有一些修复力就出来了。那这修复力从哪里来？有力量牌、教皇牌、皇后牌这3张牌。你看前面就是一些很逆的牌不是很好的牌，不是说好不好啦，是对这个题目来说比较没有助力的牌。可是这里却给了3个大牌力量、教皇、皇后。这代表什么？他这个人其实外表很稳重，可是内心非常温暖，他的灵魂也非常温暖。他不会把情绪丢给你，然后也不会把照顾你当成是一种
想要控制你，让你依赖的一个手段。他不会，因为力量牌代表他懂得很多的情绪的控制，教皇牌代表他的价值观是非常稳的，三观非常正的哈。而且教皇牌一出现，代表什么？他非常愿意倾听你诉说。所以他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很多事情，他都会立刻倾听。你会知道他不会植入他的价值观，他会很认真的倾听你很多。你甚至会觉得你自己讲的不够多，然后发现他专注聆听的眼神，让你觉得很感动啦。那我看一下皇后牌的部分哈。皇后牌的部分代表的是他照顾你的情绪的细节很细，比你超乎的想象高很多。所以这3张牌代表说他的人格特质很像那种非常耐心的导师。生活的导师，而且他会教你情绪怎么到平稳的最高级，因为他讲话本来就不会太多，然后他也听得懂你里面的很多潜台词、话中话哈。但是他听到了，他也不会立刻要求你要打开自己，他就会默默的在旁边听，用一种极为被动的方式听到了，你询问了，再给你一些意见这样子。那他应该一开始的时候不会让你立刻进入爱情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太像是你原本在期待的爱情的类型。好，个性各方面、外在各方面都是好，主要还是因为他没有太多的主动，他很温和、很安静，让你觉得他对爱情也没有什么企图心，所以你们都不会先往那边方向走。因为一开始你们两个接近，主要还是一个刚前面讲的一个导师的状况哈，他知道你需要引导。好，那他身上还有一种类似修行者的气息，因为教皇牌跟神话牌在一起，我实在很难不错过这个，因为他精神层面非常觉醒，所以他情感上面也很成熟，所以他对于你的这一种需要被指导的东西，他觉得第一他觉得很有趣，第二他觉得他看得懂你，然后他应该本来就对身心灵啊、哲学啊、灵性啊、神秘学这种东西都很有兴趣了，所以他知道他看你不会只看外在，心理他会看什么？他会看你的灵魂。所以你生活这一次遇到了很多东西，他都非常有同理心，他也相信宇宙的力量这件事情。所以你们对话的时候应该会有差不多的语境。然后他看待爱情的角度跟一般人也不太一样哈，他不太追求占有，然后他也不会浪费很多情绪在解决事情上面，解决事情就是解决事情。所以他希望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要有所成长的啦，不是互相耗损。所以他对爱情的价值观，我觉得是很正的。所以你们在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他会不断的让你看到更好的自己。就这本我们讲，它就是一个导师型的嘛，因为这里所谓的指导型的能量都凑在一起了哦，所以你在一个完全不相信，为什么这一题说你在一个完全不相信爱情的阶段的时候，它出现，因为他知道它存在有重要性、有必要性，在某方面来说，他也需要你让他自己觉得很重要，这刚好两个搭起来，能量是搭起来的，所以我觉得他就是细细的跟你相处了哈，很细腻的相处，然后不会什么大动作要去证明说我爱你什么的，他不会这样子，他会在你们两个相处的平凡的日子里面，让你备受尊重，然后他会跟你说，我不在意你过去爱过谁，你可以去讲以前的事情，我可以聆听。他也不会问说为什么你还没忘，逼迫你说为什么你还没走出来，他不会这样。他觉得每个事情都有一个自然的节奏，因为他相信，也相信身心灵嘛，他相信宇宙会把最好的答案跟故事献给你，然后他会让你知道说这是你的故事，我就聆听，你好好的把这些章节慢慢的写下来，过去的写下来，未来的也开始书写，这样子态度哈，会让你第一次觉得会让你第一次觉得爱情啊。它好像不是一种胜负的场域，它是一种舒适的聆听跟陪伴的场域。它这个出现会让你第一次感觉到你会觉得这个人在你身上的那种无所求的态度，让你觉得这才是爱情里面你所要的那个最窝心的感觉。而且他不是来拯救你的人啦，他是在这一段时间陪你重建的人哦。那金币四的逆位，圣杯十的逆位其实很关键啊。他在讲说你情感上面的失落跟不信任啊。是因为之前常被觉得说自己为什么表现得这么清晰，可是还是被误会，然后很努力的给，可却被认为给的太多，然后好像明明知道自己知道怎么爱人，可是对方就告诉你说你不懂得爱，这些东西失落跟不信任感都在金币四者跟圣杯十这边跑出来了。但是这个新恋人出现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没有啦，爱情里面不是一直在那边付出，然后补足自己的空缺，然后一直责备自己，然后一直不断的补足那个空洞，而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要交换最真实的自己。他在这一次会慢慢的告诉你，因为他跟你相处的就是这样，他会一直鼓励你拿出最真实的自己，他会聆听，他不会评价。
好，所以你会在这一个跟他相处的安全的初期的节奏，或是前半段的节奏，一直在重新的建筑自己。你慢慢的会发现说，原来以前的你，在某方面来讲是不信任自己的，或是不认识自己的，或是一直依赖着某种方式来去追逐爱情，就后来发现说，结果你没了自己。所以在这一次他遇见的时候，他告诉你的态度是说，我聆听你，指导你，引导你，跟你相处陪伴你，主要是因为我希望你把你最原始的自己建筑回来。好，建筑回来之后，你就不会害怕了。然后我们一起学习，先把自己建筑起来。未来遇到爱情的时候，才会知道自己在哪里，自己是什么样子，自己要什么，自己的界限在哪里。然后也比较能够给予承诺。他要的是这个，所以这一组一开始其实最重要是建造一个很互相信任的关系啦。然后一点一滴的两个人其实是有在交换彼此过去生活的一些裂缝然后就在你们两个平凡的日子里面，会慢慢发现说，其中的那个重要性已经累积到你们没有辦法想象的位置了。所以那个时候，你们突然发现彼此是有爱情的时候，也没有觉得那么惊讶，因为你们已经建筑了自己的那一条路径了。好，那我觉得他的个性很喜欢跟你说没事没事。很安静陪着你，也不会逼你要讲什么，你想讲的时候就在讲，然后他也不会一直刻意的安慰，一直安慰这样。但是你会发现说，他一直在观察你，聆听你讲话的细节啊、节奏这样。你会发现他很可靠，你会发现你的存在感很重，你会发现说，他让你觉得你是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但他不会做很多事情让你觉得你是最重要、最珍贵，他会让你知道说，你希望被重视的感觉，他会做到满分。主要是他够聆听。他也不会再跟你聊天，听你讲很多事情，几个小时之后告诉你说：“我有事，我要想走。”你不会看见他的不耐烦，这个就是你们的契合。也不是说他刻意的要去讨好你，而是他也喜欢这样子。所以你一开始可能会对于这种太过顺遂有点不信任，有点怀疑，可是慢慢的会转为有点依赖，然后你会发现说，他其实很懂得照顾你的心情、你的情绪，然后也很懂得怎么维持你们之间有个界限，他知道你的界限，他不会超过，然后他会让你明白说，你不用假装很坚强，你也不需要很完美，你只要平静的告诉他你的很多事情，然后他也会平静的回应你说没关系，我们就慢慢来，慢慢听，不讲没关系，我们就到处去逛逛，去闲晃也可以。他会让你在你的生活里面第一次感觉到，其实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期待，反而是无限的松弛下来，很轻松、休息、安静都可以。所以你会在他身上看到什么？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未来的那种稳定性。你以前没想到那么远，没想到会有这样，因为前面你以前跟别人在一起都有太多的问题阻碍，让你发现说解决现在的问题比较重要，未来性都看不太到，想象也都无法前进。可是这个人在前面相处都还没有确定关系或还没有交往的时候，你就已经看得到，如果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未来应该长什么样子。所以皇后牌、教皇牌的结合代表这段关系其实是很有潜力的，可以走比较久，因为这两张牌都太稳了，它不太像是过客的感觉。但是你跟他相处，就会发现说，他有很多某种生活的经验是你没有尝试过的，并不是说他比你成熟，他经验比你丰富，而是你们两个在某种经验的世界里面，其实可以做交换的。所以也有可能是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聆听你，所以你讲的故事很多人就问他其实也没经历过，但是以一种核心的经验的判断来说，其实还是能够给你一些指导，跟你一些建议。他就是三观很正，看事情很准。看事情很客观，所以他知道事情的变化大概是怎样。所以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变得比较好，你会发现说，也许你们以朋友的方式想要去做一些旅行啊，或者想要去订什么餐厅去吃什么，安排一天的行程啊，可能6个小时的半天的行程，你会发现说他规划事情都非常稳定、非常明确、很快速，好像脑子里有很多很清晰的生活经验，他只要套过去就知道这样子安排是最好的。所以你会慢慢忘记他原本不是你所期待的那个样子，你会慢慢的去发现说，他内在的那个诚恳、责任感还有灵魂的美好是最吸引你的。就是说跟他在一起不是说一直都在玩乐，而是跟他在一起会发现说，这个人很贴近你的模式，然后而且你发现他跟你一起的时候有种全心投入在跟你相处的这个时间里。这里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出现的时机可以看一下啦。除了就是你很不相信爱情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它会出现嘛。还有一个东西是你如果最近愿意开始整理自己的生活节奏，然后你开始觉得你的睡觉时间需要调整作息时间要变成更健康，然后你开始会安排一些课程，让你的生活有一种秩序感，很像以前上课要排课程这样子。如果你开始有一种
想让生活有条有理的时候，那就表示宇宙已经让他靠近了，因为他这个人带的那个土能量很重啊，再加上里面有审判牌嘛，审判牌代表说某一种第二次机会的出现，某种重生的机会出现。如果你心里有这个概念出来的时候，表示审判牌的力量有出现嘛，表示他也靠近了，然后他会带领的圣杯骑士这个爱情的行动、爱情的信使徒的方式来靠近你，所以你有一些变化，生活有一些变化，就表示这个爱情要靠近。所以如果啦你心里也有一丝瞬间突然觉得说，哎，我孤单好久了，虽然我很习惯了然后对爱情也没那么多的渴望，可是我还是不想孤单下去。我虽然不害怕没有对象，但是有对象当然比较丰富啊、有趣啊，然后在路边发生什么有趣的东西，立刻拍照，都还有人可以传讯息过去，这样多好啊！当你内在的心思突然有一些这些转换的时候，其实就这个能量已经开始在转了。尤其最重要的是，你开始有点自我重整、培养新兴趣、参加新活动的时候，找到新的方向的时候，在爱情的路你就知道它路就已经出现了。所以它会在这些你的变化之中出现，它会以一种默默的出现在你附近，然后你一开始可能还不知道这个就是你的新恋人，你可能只觉得认识一个新朋友。慢慢的，如果你够敏锐，然后又对照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你会发现就是这个人，因为他有很多东西都很吻合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再来，你一定要知道这一个人出现的时候，当你们谈论到爱情的时候，他会立刻有一丝的讯息让你觉得，他讲的爱情怎么跟我以为的不太一样？尤其他讲的爱情跟他认为的爱情的价值观，怎么比我的更有安全感，而且更有条理，而且是可以信赖的？当你发现他是这样子的时候，这个爱情的路径也差不多出来了。然后在初期，你跟他相处的初期，你会非常感觉到他在指导你很多概念。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些牌，我再仔细看一下还有什么圣杯四跟宝剑九在讲你内在有一些能量了你现在还是有一些习惯怀疑爱情怎么可能会不会发生的这个概念要出来了，但没有关系，你就怀疑吧，因为影响不大因为你大概后面会在教皇牌跟力量牌陪着他靠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怀疑都没有效果因为你怀疑的东西在他身上已经完全没问题，然后他会给你更多，所以初期他这样子一个人靠近，其实你会蛮常怀疑他的动机的，就是他靠近你是不是只是一种礼貌性的问候啊，礼貌性的陪你聊天，其实他觉得他觉得你很烦，只是因为他礼貌性陪你聊天，其实不是然后你心里会在怀疑说，现在感觉还不错，说不定最后时间到他就会离开，其实也不是，因为他不是来安抚你的啦他是发现你需要他陪伴，在某方面你需要他陪伴，可他自己也想听，也想知道你这不是一个单向的，不是你拉他的，这是一个双向的，但是这个相处会拉的比较长有可能前面做朋友变比较好的倾听，或是相处比较多时间，可能要花个半年，然后半年到1年一直持续是这关系的话，我觉得你们走到爱情的这个不难啦，只是会变成确定关系只是一件事而已。再走上新的关系变成，可是你们的相处模式不会因为确定关系之后改变很大，因为你们在确定关系之前，应该信任度就已经非常饱满了，就已经做非常足了。我再看一下，皇后牌跟圣杯骑士有一个共同能量记得他喜欢你最真实的样子，所以你不要隐藏跟包装。因为他从一开始观察你、认识你、跟你相处，你都是最真实的样子，不会因为你变成恋人而强化你更好的样子，他就会对你更好，会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他早就已经知道你是什么多好了所以这一个人一出现，这是你可能人生第一次在恋爱里面发现你不需要再演一个好情人的状态越是因为这一组信任的建立会在不知不觉中就提升到比以前它更多很多。那再来审判牌跟塔牌的逆位，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重建啦，重建的能量很明确。我来看还有没有什么漏掉的我想到了，就是你内在会因为这个人有所改变，改变了什么？就是你遇到一段关系或者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不是让你突然觉得说终于有人爱我了，不是这个，而是你突然发现说，这个人对你的好，让你发现原来你可以好好的爱自己，可以像他一样这样子爱自己。你之前好像没有那么知道怎么爱自己，这个出现会让你发现然后它会让你知道说，爱情不是一种牺牲，也不是一种争取，而是两个人在一起说是一起成长的，一起互相倾听的然后
你会变得更自由自在的表达你的需求，也会更勇敢的拒绝你不喜欢的事情。你会开始知道说，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不是讨好，而是坦诚跟诚实。所以在他身边，你会变得很柔软。那不是一种依附，也不是一种依附之后怕失去的焦虑，而是一种他就是给你一种很好的安全感，你就喜欢待在他身边。然后这个感觉会让你想起很多以前爱情初期的时候，你在爱情里面，他喜欢你，然后你也喜欢自己的样子。其实有一段时间你已经忘记了。有点忘记自己在爱情里面你喜欢自己的样子。我们在爱情里面上都只想说我喜欢他什么样子，然后他是什么样子，然后常常忽略了自己喜欢自己的样子。这个人会再让你想起来哈，然后你因为这样子，然后再看他专注你的眼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我想要在这份爱情里面变为更好的人，比以前再更好。这个就是他带来给你一个很强的影响啦。然后力量牌在这边又发挥了一些力量，让你发现说，其实是你能做到这一件事情哈。那我看看有什么可以特别提示你的，从这几张牌看，有了还是有第一个，其实你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改变一下自己，跟你的朋友或家人的时候，记得多练习表达你真实的感受，然后回应别人，不要只回一个完美的答案，不要只回一个合理的答案，你要表达真实的感受。就是说，别人问你这个电影，你们去看电影觉得好不好看？你会觉得说还蛮，然后其他人都是还蛮好看的啊。可是你心里就觉得说，其实也没那么好看，我没有办法感动到，其他人都很感动到。然后你为了合理的回答，就是说其实还不错啦，然后就是有一些东西什么，你讲的比较中性可其实真实感受就是我没有感动到你可以回答就说，其实我没有感动到。也许，可是你可以回答说，其实我没有感动到，但是我也蛮想知道为什么哪个点我错过了之类的。你要多练习这样。在你的言语里面，虽然有合理的回答，可是要加入更多的真实的感受的成分，不要只是合理的回答，让自己的回答是完善的就好了。也许你觉得这样子不会得罪人，或是觉得这个才是相处，可是对爱情没有帮助。爱情就是要真实的感受，因为你在跟其他人相处这种交际的相处里面，这种完满的，但他们不会透露到你的内心啊。最后有人他们不会24小时像恋人一样跟你相处，你们不用交换真实的感受。可是你在跟恋人在一起的时候是需要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这样，在很多的回应里面，要表达自己真实的情绪跟真实的感受，一点一点一点的说出来。就像很多朋友会约你出去，你从来都不会说不，好，你怕第一你说不了就会扫兴，第二朋友就会觉得说你干嘛不合群，你本来都会这么觉得，可是现在就要你现在就不要想太多，你不想去就说我不要去，也不用解释我为什么不要去，我不用说哦我今天身体不好，我今天情绪不好，我今天想待在家里，说我不要去，这些都不用说，你就直接回答说我不要去，哦，练习练习。然后别人问你说为什么不要去，说没有啊，我觉得不想去啊，你们去就好了。要练习这样子简单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不要再焦虑它什么时候会出现，因为圣杯是在说爱情不是在焦虑中显现的，它是你越放松、越专注在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才会让那个频率越靠近。神秘学就是这一点特别奇妙，它的吸引就是你越是往你自己的内核靠近，才会把他们拉进来。而不是你去寻找，或是你渴求、期望，他才会进来，这不太一样那再来第三件事情就是这里就比较难一点，我觉得修复你跟你自己的关系。现在的你、过去的你有什么不同？现在的你能教会过去的你什么东西？在自己常常跟自己对话，然后确定其实你已经变不一样了。当你用现在的你跟过去的你。分手前的你，分手后3个月的你，跟现在的你在比较，你会发现你是不是已经不一样了？不一样的感受，也许没有那么想接受，可是你要跟自己确定说，我已经不一样了，我已经断开了之前那个感觉了。无论我喜不喜欢这样子的比较，无论我有没有想要再去怜悯以前的自己，无论我有没有在这个感受里面有对于遗憾有一些情绪，或是我舍不得，都没关系。但是你要跟自己很确定，就是说我为了修复我现在。我要知道我现在是比较好的，我要去更加确定我现在是比较好的，这样你才回到我们刚说的第二点，往自己的内核再走进，然后才会把那个人吸引过来。如果你不跟自己修复，不跟自己确定自己在哪一个位置，在哪个时间段，宇宙也会有点搞不清楚你到底想要在哪个地方出发。你想要用什么样哪个时段的你去迎接新的恋情，在你还没有修复好、没有确定的时候，宇宙就会在外面等着，等你好了，我们再把它丢过来好了。我觉得会拖慢一点时间，
但是决定权不在你，但是会拖慢一点时间。好，还会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你没有好好把自己修复起来的话，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对他的存在感的敏感度也会比较低啦，因为你搞不清楚。好，所以你把自己修复好，让自己变得比较明亮，知道自己现在是比较好的。然后当有人靠近你的时候，你会对照我自己的好跟那个人眼中看到你的好是不是一样？是一样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啊，他看到我了，你就知道他看到我了。好，所以自我修复还蛮重要的啦。所以这整组牌，我觉得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哈，其实他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可能你只会觉得是朋友的朋友，很普通，或是只是在某个咖啡厅常见到的一个路人这样。然后可是他有一天会非常主动的来跟你讲说：“我可以跟你聊聊天吗？”然后一聊天，你就会发现他能够指导你内心的一些重要的位置，而且他会讲出你很需要听的话。因为他的起手式很强，他的起手式能够让你明白它的重要性，而且会得到窝心跟安慰的感觉。所以不要太过封闭自己去跟任何人聊天，因为他可能就或是接触任何人，因为他可能就在附近哈。以今天这组牌来说，有一个比较高的比例是他在附近的，但是我觉得你们还没有认真的接触到。有可能你已经看过了，但是关系上还没有认真的认识到。再等一下，他差不多就要进来了。但是我是觉得，以这一组的牌面来说，我们一开始不是就破题说，他是一个你很不相信爱情的时候他会出现的人，所以你要坦然的面对自己现在的状况，就是我是有一点点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啦，我是也觉得自己现在也不错啦，可是我也必须承认，我内心还有一个部分是不太相信爱情的。这种内在的思考，其实就是你内核很回到你本身，你连自己都这么坦然的去的时候，你的内心才会松弛，然后散发出来的能量才会真实。所以他在附近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这个，感受到这个会怎样？他知道他可以主动靠近你，因为他知道你的回应给他来讲是真实的，所以他会来试看看。好，他会感受到这个。然后他来跟你对话的时候，他会发现说我没有错，我的感觉没有错，这个人是需要我对话的。好，所以记得内在的真实，往内核去想一下你自己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很重要，诚实面对它就对，练习一下哈。好，那这就是3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些不错的方向啦。中间有不小心讲的很难，希望你有些人能听得懂哈。那就这样，谢谢你来听，我祝福你。